宽。其实，这个长相也是有烦恼的，因为我们经常最近录节目嘛，就录到深夜，有时候太忙了，我就带着妆回家。我楼底下那个保安造谣，说我从事不正经的行业。最近我都是在棚里卸干净了再回家，他又在传，说我最近生意不好。这还不是最倒霉的，最倒霉的是我最近被诈骗了。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被骗了，以前我去陕西那边看了个兵马俑，都遇上了个假的。有好多埋了一半的兵马俑，导游告诉我们，游客可以亲自参与挖掘。哦，这种游客，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山东人就喜欢搞点挖掘。没听懂吗？挖掘机。啊。忍不住下去挖了几下，上来之后导游说体验费200。那时候在反省自个儿，就自个儿的原因，社会经验不足，因为人家特别明显的提示过我们，带我们去看的是兵马俑坑。最背的是，当天晚上还入住了一个兵马俑主题酒店。那个酒店的特色就是你睡在床边上，一边杵了6个兵马俑。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，根本睡不着觉，逼得我没办法了，就找了支笔，把他们都改成了斜眼。然后第二天赔了1200。然后我觉得我的防骗意识就上来了嘛，因为我们4大队骨肉天天在一块写稿，只有我没跟着呼兰炒股。我就觉得我可以了，我甚至能扛住熟人作案。结果最近还是被人在游戏里边诈骗了。我玩的是一款叫 QQ 自由幻想的游戏，是一个超女时代的游戏。那个游戏现在里边都是中老年玩家，我们给游戏官方提意见，都是希望他们把游戏字体调大一点。平时超级淳朴，没有想到会有骗子冒充游戏大佬。我要找的大佬叫满船星河压青梦，那个骗子叫满船星梦压青河。确实是我没看清楚，但是很难仿，因为我们山东人平时说话就倒装。我的元宝、坐骑、衣服、裤子全被骗光了，就裸着站在游戏里边最繁华那条大街上。新手也是有新手装的，你光着一看就是被骗了。没有人会怀疑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就是太热了。然后气得我就在游戏频道里边骂他。我虽然会各种修辞方法，我能骂他天花乱坠的，但是那一刻我选择了最原始、最泄愤的骂法，然后就被禁言了。气不过，我又跑到游戏论坛去骂官方为什么不把游戏字体调大一点。那些游戏装备加起来差不多有1万块钱左右。然后我就赶紧打电话报警，但是你们知道吧，人在那种状态下是语无伦次的。我打电话我说，警察同志，有个人骑着我的兔子跑了。警察说，你沉住气说，请问你是喝酒了吗？我说没有，就是有个骗子把我东西都骗了，我刚买的兔子和枪。警察说兔子不重要，你主要说说枪的事。后来说清楚了，警察说一会儿有专门的反诈民警上门。我们家还挺乱的，我怕反诈民警认识我，我就赶紧收拾东西。但没想到警察出警太快了，一开门来2位警察说，哎，你们家报的不是被诈骗吗？怎么像入室抢劫呢？然后问我说被骗了多少？我说差不多1万多块钱吧。我媳妇说，你哪来的1万多块钱？我瞬间就知道了为啥贪官被偷了不敢报警。然后我媳妇就跟警察一块查。一个查钱怎么没的，一个查钱怎么来的。警察说，你们跟着我们去局里做一个笔录吧。我说能不能你俩先去，要不我怕别人以为我怎么着了。我们行业现在很脆弱。然后警察说没事儿，刚到楼下，那个保安说终于落网了。
我坐在警车上思绪万千。我那天特别能理解被草船借箭时候曹操的心情。诸葛亮这个大骗子，当时就是欺负曹操没看清楚，骗了人家10万支箭，把人家装备全骗光了。而且多贪婪，一面插满箭还要插另一面，正面装完还得倒装。10万支箭，多少钱啊？曹操攒点钱容易吗？尤其曹操还好几个媳妇儿。越想越气，我打开了三国，找到那一集，发了个弹幕：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发完还没解气，又给唐国强老师发了条微博私信，我说以后别啥垃圾角色都接。去了派出所，去做笔录，当时第一次感觉到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。关键是游戏装备很难定损，警察说想登录上去看看，问我账号，我告诉他了，问我密码，我说我自己输。警察说你合着防我呢是吧？他说你们这个交易有什么保护措施吗？我说有那个交易保护，就是每半个小时才能进行一次大额交易。警察说合着你被骗了好几个小时是吗？我说没有，因为那个骗子在 QQ 上手把手教我解除了交易保护。警察说那别的保护措施呢？我说也有，我让他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当时我旁边还坐了一个被诈骗的姑娘，一直在那哭。听我讲完受骗经历，她开始笑了。她说你好笨呀。但是幸好报警报得早，警察和游戏公司一块冻结了骗子的账号，我大部分装备也被保住了。我和骗子的聊天也截止到了你们有超过1天未互发消息，小幸运已熄灭。其实这2天一直在纠结讲不讲这个事儿，我怕我讲了这个事儿，全天底下的骗子都知道我好骗了，都来骗我，然后跟脱口秀观众一样发一个打卡孟川成功。但是现在想明白了，你们看过《三体》里边的黑森林法则吗？就是你主动暴露坐标，有人盯着我，但是他们一旦出手，也会被人盯上。我愿意给反诈工作打窝。谢谢大家，我孟川。好，孟川的索票通道开启。再次掌声送给孟川。孟川，我多问一句，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被骗的？5月份。现在的反诈意识会强一些吗？现在我把所有的 APP 字体都调大了一些。而且说实话，朋友们，当时我意识到被骗了，我还跟那个骗子说，我说我那当时现在70级嘛，我说80级的时候我准备投10万块钱，我那个弄装备，我到时候还找你，我觉得能放长线钓大鱼嘛。没想到那个骗子不懂延迟满足。我们这些中年人小时候打 boss 打不过，现在挣点钱了，觉得充钱我能打过那个 boss， 就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老男孩是吧？就是开始追梦来了哦。对，老男孩。我有一个梦想。那你之前有过被骗的经历吗？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，我的粉丝经常骗我。他经常给我发私信说：“川哥，这条那个私信你回我，我就给你看个瓜。”然后给我看了个西瓜。谁为打游戏充过钱？没有。来了，有了。几年前或者是10年前，玩了个游戏叫跑跑卡丁车。哦，我也玩过。当当当当当当。然后它是有微信排名的。哦，对。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买那个车那个装备，然后每天晚上我都看。周笔畅又排在前面去了。真就是说，10年都过去了，还跟人比呢，就是比赛都结束了，春春。然后我就激起了我的好胜心嘛，然后我就花钱了，花很多钱，花了不少钱，然后买了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跑车。我就跟他超过了他。对这个事儿我没跟他说过。太好了，我后天跟比比录节目，正好告诉他。好嘞，可以。来，陆玉。我是对于孟川讲的前面一段，我有特别深的感触，就是他说他从小区进出，然后保安用那样的眼光看他，因为很多年前我在香港，我做那个早晨的新闻直播节目，所以小区保安很长一段时间看到这个女孩很奇怪，每天早上4点钟出门，
然后头发蓬乱，然后8点钟回来，然后妆发齐全，他干嘛的？他后来过了很久，有一天就忍不住问我说：“你是做什么的？做电视的。你是什么电视台的？”我说：“我什么什么台。”哦，然后大家有没有哦那一下，你能读出很多潜台词。就是那潜台词说：“哦，你看，我说这个女孩是个好女孩吧。”就刚刚那讲那段，我就很多那个画面就回来，我觉得特别有趣。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在这个总决赛的舞台上，我觉得一定能看到孟川，那必须的，肯定的。对了，再次感谢孟川的优秀表演。在孟川老师的表演结束之后，我们要看一下他能不能大于290票过了吧？直接晋级。可以的，孟川。讲那个直接听了吗？有可能吧。不好说。还差一点吗？哦，差一点。哇，这谁个抽球吧，真抽球吧。因为孟川来自于毛祖，所以我们盾阵营要有朋友选择开启抢麦倒计时。感觉别人占了，没有，抽球，抽球。哎，瑞哥不占呀，那就抽球。哦，哎，瑞哥不占呀，那就抽球。哦，Echo，好，太勇了！我姐，我没想到她会站，我决定站了。可以站，你想站，因为你赢了票不会低。那你要站呀？我感觉可以站，没有那么难打。这样好好送走我的段子。我别，走到咱还有今天，下一轮。走到今天。下一轮咱们几个还能在。慢慢演，慢慢演，慢慢演。下手轻点，毕竟是总编剧老师。他不一定站我呀。我觉得咱们组没人站，没人站。我不站，我肯定不，我等到最后。那我要挑战他。那么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他一次一次给我们带来与爱和家庭有关的故事。走了，朋友们，来，把主动权拿回来。掌声欢迎 Echo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Echo。今年我整个夏天都待在上海，我觉得上海的男生穿搭还比较潮，他们喜欢叠穿哈，但我们那边的男生呢，还是走极简啊。因为很多次我特别想问他，我说 Hello， 帅哥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对你刚才在那儿蹲下的时候，对你有没有发现你屁股给我露出来了？你的风格到底是极简风还是后面有风？那么重要的部位露出来，你们不要命了？哎，但是我也能够理解，你们敢露，是因为你们信任这个世界。不会有一天我在路上，我走着，我发现屁股沟。颠沟假的。顶级呈现。这个世界对我们不一样，你们男生可以随意下蹲。那天我上网，我竟然发现有人还在教我们女性如何优雅下蹲。有没有看过那种视频？一个穿旗袍的女生走在路上，东西掉了，正准备弯腰下去捡，突然一个女生出来说：“你给我等一下。”我唱着他乡遇故知。为什么呀？还有这么一段啊？一点也没在上面呀！一个下蹲花我4个8拍。女孩们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这样下去我们什么东西都抢不到。早高峰地铁我晕晕乎乎的，看到一个位置一个箭步上去，我唱你别唱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扇子也不能扔啊，还可以盖住别人屁股沟。
有一次我坐高铁的时候，旁边那个大哥拿行李，我真的很想上去帮他提一下裤子，但我觉得不太礼貌。要是有钓鱼竿就好了。哎，我就在想，是不是你们只要自己看不见，你们就可以当危险不存在？难道这就是你们男人的勾股定理？不要误会我，不要误会我，我不是想在街上去看男人的屁股沟。当我走在路上，我总能看得见，我就在想为什么？后面我想通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，真的。因为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当然了，不要误会我啊，我是想让男人不露屁股沟啊，不是说我想争取露屁股沟的自由。不要误会，我不希望节目播出之后收到私信说在吗？看看屁股沟。这个世界对我们不一样，你们信任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好像不太信任这个世界。我对我自己的身体都不太信任，比如说月经，月经是女性子宫内膜的周期性脱落，但是我们所有女人都知道她的脱落没有任何周期，她乱来。第一天感觉要来没来，第二天感觉要来没来，第三天老子不管了来了。哎，关键是那几天也要提前垫卫生巾，卫生巾是很贵的。上天能不能重新设计我们的身体？真的，我觉得月经啊就应该按财产分配，真的。有钱的女的多来几天，算了，有钱的男的也来，资本就得流血。每个月买卫生巾至少花我50块钱，还没有算上暖宝宝、痛经药、洗衣液。肯定很多男生会问，洗衣液是拿来干嘛的？哦，那是我们痛经的时候喝的。对。所以月经才是蓝色的，对。有一天我发现我13岁来月经买卫生巾花的钱跟我30岁一模一样，但我13岁没那么多钱，是不是上天设计我们的身体又设计错了？真的，能不能我13岁就绝经，60岁迎来初潮，60岁正是来月经的好年纪。我跟你讲，那一天我都大大方方发微博，我说老娘来了，月经和退休金都来了。下面还要加一个标签哈，关爱初潮老人。月经乱来，有的卫生巾品牌也乱来。我记得有一个品牌有一年出了一款负离子的卫生巾，主打的功能就是清凉、透气，让你在夏天用的时候可以从下凉到上。我用了它的卫生巾，那天我感觉自己很冷血，太冰了，那玩意儿太冰了，真的不是你铺的是负离子吗？我感觉随便去火锅店前台捞了10颗薄荷糖给我铺上去了。你知道那天我用完我走路哈，我感觉下面在吹口哨。我从来没有因为月经而请到过假，从来没有。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一个人类可以因为身上任何一个洞流血而请到假，月经不行。老板，我请个假，对，我流血了，对，流了7天了。你哪里流血了？我下面流血了，无人在意，跟你们现在的反应一模一样，无人在意。所以我觉得上天设计我们的身体又设计错了，真的。我觉得月经它不应该从我们的下面流出来，真的。我觉得最好，真的最好，可以直接从鼻孔里面飙出来，真的，每个人都看得见了。我飙7天鼻血，我还在那里讲 PPT。老板都看不下去了，老板说：“哎可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你有个鼻孔流血流那么多？”说：“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侧漏了。”OK， 我知道月经来的时候会显得我们很脆弱，但它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体就是很弱的。张伟丽大家都认识，对不对 ？UFC 无限制综合格斗的冠军，女性力量的绝对代表，她赢了，每个人很开心。但是下面还有人在那里评论说，张伟丽赢了确实不错，但你毕竟是女的啊，我要来打的话也可以打得赢张伟丽。
你要去打张伟丽，你先把你的裤子提一下吧，真的。我可以这么跟你说，张伟丽可以边来月经边打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Echo。危险。Echo 的锁票倒计时，再次掌声送给 Echo。谢谢。Echo 讲从头到尾都非常好，情绪非常饱满。前面讲到屁股沟，那其实讲的就是一个身体的边界是社会的边界。就这个边界特别重要。对，其实我讲这个并不是说想要吐槽男性，但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它营造了一个对男性更安全的环境。我们在这边还要避免走光、安全裤、打底裤什么的。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社会的整个营造的氛围和结构是有问题。我想吐槽整个的社会氛围。你的脉络其实是一脉相承的，它中间是有关联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女孩都很难想象，其实你从小到大，首先成本真的很高。包括其实从小到大，我认为那2天疼痛是常态，好像它是我的一个生活常态，我没有想过我可以有别的选择。这其实后来你们不断在台上讲到这个话题时候，我内心会觉得哇，很被赋予很大力量，会特别感动的那个时刻。就是这脱口秀特别好的一点，我有时候觉得在舞台上就是表达可能优先级会大于好笑。这一方面是一个审美的一个选择，同时就是因为有些时候表达特别的重要。有一个脱口秀演员，他讲，你走进一个房间，你感觉很紧张，你就应该待在这个房间。当你碰触一个话题，你觉得有些人很紧张，我们就应该讲述这个话题。所以我特别谢谢 Echo 讲的这个话题。好的，谢谢鲁豫。Echo 一如既往的生猛，对，麻辣，就是他带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。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别个人风格上的东西。作为女性，我肯定是有很多的感同身受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由衷的觉得挺佩服，就是讲这个段子。其实我想说，露屁沟这事儿啊，我也看见过大哥露屁沟，然后那种大哥一蹲下，蹲太快，裤衩没跟上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是这事儿都会碰见过，然后但是说总是会，然后鲁豫老师说，然后拓宽边界，让我们想的更多，然后想的更多的时候就能够照顾到别人感受更多，然后这是值得学习的。谢谢你的表演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特别激动是，这是我无论是线下的视频还是在那个节目中的表演，这是第一次看到 Echo 讲了一个让大家毫无心理负担，能放肆的笑出来的这么一次。因为你原来那些原生家庭的那些故事，总是掺杂着足够多的伤感，同情你的同时又不敢很放松的笑。今天你这个虽然尺度很大，也依然像往常一样犀利，但是让我们笑得毫无心理负担。我觉得这对你是一个很大的突破，非常好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 Echo 的表演。我们也要把受骗的孟川重新请回台上。在孟川和 Echo 的表演结束之后，都打满了4灯。观众投票结束之后，孟川和 Echo 他们的得票情况是：花儿哥收拾收拾吧，我感觉 Echo 不好说，我觉得还是川哥，我觉得还是川哥。孟川279票，顺利晋级。Echo， 你的票数也非常高，245票，要进入到待定区。245差不多是个安全分数吧？对，准备下一轮吧。非常棒，走不了。这个气场太好了，太紧张了，我上去我的胳膊都麻，差点把那个赞助商给走。我今天比赛有点过于紧张了，我特别想替我们的毛赢一场，就是那个好胜心今天有点格外的旺盛。其实我是
最近一直在整牙嘛。今天说第一句话的时候，那个舌头还被那个皮筋给弹了一下，我就更但好在